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观众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中的贸易战让川普一日数变。昨天我们看到呢，他发出了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说，我好人当到这里为止未来我就不再当好人了。什么事情他又生气为哪桩呢？原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证实，是指北京扣住稀土稀土不出口，变成美国的商业界制造业很痛的一个痛点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川普才刚刚生气说你中国违反稀土的协议，可是很奇怪，峰回路转，我们看到美国官员又证实了，川普习近平这个礼拜要通电话真的还假的我们已经看得不飒飒了这是贝森特讲的可是时间是哪时候进一步追问，美国又说不知道，还没有确定。那中国大陆这一招就是缓批稀土外销，把它扣在手上。美国的车厂你看到叫苦连天那贸易休战是不是会因为稀土而面临破裂呢？包括你看到《纽约时报》就讲啦，美国汽车晶片这些都在使用稀土的原料，如果没有这些关键原料都要停摆了。所以有数百间，包括欧洲的一些企业也受到了影响所以你看到这个影响的层面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过去地球村嘛产业链都是全世界连成一气的，而我们现在要看到真正的这个原因稀土真正的战场不在地底下，不是说中国产很多稀土，而是它掌握了那个关键所谓是精炼加工的能力，因为中国大陆有非常成熟的精炼加工的能力，不过也不可讳言，那个是非常高污染的一个行业这个污染的中国的土地。所以你看到像这个巴克莱公司就说中国控制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的精炼的技术还有供应，所以美国有矿它有矿，它有开采可是呢，它开采出来的这些矿是卖给中国加工所以真正大家在争夺的应该就是这个制作的技术。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彭博社的消息是说，美国最快6月扩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范围美国不断的出拳，包括新的规定底下，名单内企业持股超过50%的子公司都会被纳入管制，为的就是防止中国科技透过创新建子公司来规避限制所以一直不断的防堵，就是怕中国大陆在晶片在科技这边壮大起来。好，那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个国际的媒体都说尽管从2019年中国就受到美国制裁，可是像是华为围堵再围堵也没办法，围堵不了这个华为技术公司已经投资超过60家大陆晶片相关公司，涵盖晶片设计、材料制造还有测试简单讲他们已经做出自己的本土供应链，你围堵它就自己做那要这个努力克服没有办法使用西方技术的困境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况。那另外呢，中国大陆呢自己也制定很多计划，包括2030的剂量行动计划，说是要瞄准晶片跟量子技术的进步跟美国展开技术竞赛不断的在竞争。那美国的一个科技平台的创始人他就讲了，他说现在很难讲美国是不是还站在科技的顶峰，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大陆在晶片领域的领先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这是很多科技专家都在探索，或者是都在猜，或者是都在评估各方面实力到底谁多谁少。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是不是真的很难阻挡中国的科技进步呢？包括 AI 现在是重中之重全世界大家都在瞄准这个产业，有没有可能中国大陆又要反超了？因为在很多领域，像是太阳能板电动车无人机中国就是反超你嘛，所以有没有可能 AI 也是呢？这个可能也是中国大陆或者是我们应该这么讲，美国最担心的事情。那你看马斯克最近不是说离开川普政府了吗？可是他自己也不断的在发出警告，
他说，美国人形机器人的霸主恐怕不保，因为全球第2到第10名的这个所谓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的公司都可能来自中国。那第1名是谁？是他自己。他自以为是他自己，他觉得是他自己。当然不可能。对，他是这样讲啦不过你就知道马斯克其实也某种程度发出一个警讯。来，亮哥，这个川普现在有稀土缺货的危机，那他怎么不去问？那你为什么可以禁止人家的半导体？那导致人家也手忙脚乱了一阵子啊。那只是最近是慢慢转，慢慢自力更生啊。这个牵涉到日内瓦协议啊。当初美国跟中国的共识，稀土是不是要开放出口啦？中国隔天就开会了，就战略扩大会议，我记得是邀集了11个部门，说要扩大管制。那美国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抗议呢？我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同意稀土要放宽管制啊，因为你去想嘛，美国的科技制裁都没有放宽，中国大陆怎么可能放宽稀土？对不对？事实上，昨天传出一个新闻啊，比较像是美国要针对稀土来做反制了，因为中国的乙烷啊，100%是从美国进口。对。那美国现在对乙烷现在要求要每一家出口都要有出口许可啊，这个就比较像中国大陆对稀土的做法。那上个礼拜也传出另外一个新闻，说有一家亚洲的大型的稀土进口商，那他不愿意说是哪一国家了啊，说已经得到中国的许可，那可能会在最近有部分可以出口到美国啊。那这个坦白讲啊，中方也没有承认哦，这个我只是看到西方媒体在报道啊，然后说稀土出口变慢，其实不是禁售。而是它审查变得比较冗长，它可能是要查明美国是哪家公司要用之类的啦。如果是汽车，可能就会容易一点啦；如果是军工，可能会比较难不管怎样啊，反正我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不把稀土当作筹码了。不然，请问你还有什么筹码？难道都只有那些消费用品吗？那如果都只有消费用品，那美国经过这几个月开放，那美国拼命超前购买，那搞不好超前购买发现够了，那川普又开始打关税战了，不可能这样玩吧？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也会留一手啦，就是要留一些筹码在自己手里啦。那我觉得这个中国科技的突飞猛进包括中国制造2025。除了半导体之外，普遍大家认为其他领域都有所成功这刚好凸显出科技发展跟自由民主没有关系啦。是让你去看历史嘛，你读一下历史嘛。德国在1880年追过英国，那时候德国有民主吗？苏联逐渐追上美国，那个时候苏联有民主吗？所以最重要的重点是几个那个市场因素的条件你有没有具备了？比如说那个资源还有对于那个竞争体制的安排啦，它国内竞争还是很激烈那个人才的培训等等那中国大陆我觉得它就是很明显是符合这些要素了，就是它集中资源、集中国家的权力办大事那就可以有一些科技上的突破我觉得美国包括台湾就是过去有一些神话啦，说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创新，不会有科技发展，这根本就违反人类历史嘛。是让德国追上英国，苏联追上美国，还有现在的中国追上美国，跟自由创新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北韩也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是你体制内的安排，要维持一定的竞争的一个状态，一些条件。可是你要集中资源来办大事，不然美国你全部都是私营的嘛，那为什么有一些项目你就没人做呢？对不对？比如说以中国来讲，它半导体这几年不是被迫做出来
因为美国不卖嘛。那美国不卖，本来华为是 H20 GPU 的部分，结果现在美国又要帮华为啦，现在 EDA 也不能卖。那你不是逼中国的厂商去用华为的 EDA 吗？这个坦白讲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中国大陆本来也没有这样想，他本来半导体是想要跟美国购买啊，结果现在你美国硬要科技脱钩嘛，那逼得他只好自己做啊，不然怎么办呢？来，聂老师，好的，我觉得5月12号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会议。实际上，贝森特到了这个日内瓦，瑞士啊，跟这个中国在谈判的时候，他们是别有用心，各有用心啊，各怀鬼胎啦。说实在的，他这么快的把这个税率降低，其实他认为他好像拿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也就是中国好像让步了，他们最缺的稀土这个东西，他可能会提供他们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使得他们解冻了。不过呢，很快的他又开始觉得中国又后悔。其实中国没有后悔，因为这个跟川普1.0谈判的13人真的很像。妥协半天，他也会后悔，但是实际上他是各有他的 benchmark， 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标准。中国呢，他自己很清楚，稀土你今天去创造的时候，他做的东西出来有民用有军用，就像刚才这样讲，这民用的东西，你不管是消费性电子的东西，或甚至部分电器或车用这些东西，可能无伤大雅的东西，他可能在当时是答应的。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缓审批的这么严，或者缓的要这么的严格出去？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军事用途。如果你今天给德基某些厂商叫做军事用途，不是中国想乐见的。所以当在谈判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协议，但是没有办法做到最终他们最后都想要的东西。我现在讲最有趣就是这个叫非关税的这个报复啊，就是用稀土，这是他们最大的筹码。我先分析一个数据啊，稀土这个东西很有趣，它有储量的问题，有产量的问题，最后还有加工的问题。储量呢，你知道中国现在有4400万吨。那么美国呢只有180万吨，而美国呢想把那个叫做格陵兰呢拿下来，格陵兰岛呢有150万吨，这是川普很聪明想法，不管多少有就想要拿，加起来300多万吨，还是差很多。光美国产的是中国是它的25万倍，我讲是储量25倍，讲说25倍，可是产量呢，美国尽量开采，美国开采到是它的。中国只有它的6倍而已，表示中国的很多储量并没有开采。中国的产量呢，最后产出来呢，全球是1.2万这个吨哈，中国其实开采出来的呢，大概是27万吨。美国呢现在已经开采4万5千吨，表示美国很努力才给他们需要。可是呢，中国虽然是6倍，可是储量还有它的25万倍。其实美国会很怕这个，最重要还不是产量。我给你好的书，你不会读，读不好也没有用啊。所以最早是加工力，把这个书真的读经读完。他把这个稀土不断的加工，可以真正用到各种科技。他后来发现，刚刚又讲到中国制造2025那个文本，我真的有稍微的了解。2015年写的时候，在前2年，就是2013年，叫做他们就做红色供应链，开始就要上中下游全部要 link 起来。因为刚刚讲到了。中国好像5年的计划，这个东西好像很快会超前美国。我觉得有一样东西让中国今天会起来，跟1993年银河号事件有关呐。银河号事件呢被断航之后，他们知道他们的痛，他们当时还不够能力。到20年后，2013年当习近平上来之后，知道他们开始有钱了，经过金融海啸有钱之后，国家有点刚了，想要强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做红色供应链，所有东西都必须自己的，因为他们发现银河号里面什么晶片可能是台湾的，这个雷达可能是日本的，所以有些东西是美国的。他发现他必须自己做，但是我知道他们最难的就是晶片最高阶的先进制程一直做不到，现在最顶多是5奈米，绝对还没办法跟美国比。那我刚刚讲这个 EDA 啊，这个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主要就是美国后注，因为它是一个最科技像显微镜的东西，要光照下去才去做那个先进奈米制程。中国其实缺这一点，中国很怕。不过中国在其他的在最先进没有以外，其他几乎都赢了啦。讲不好听一点，它一步一步来嘛，从太阳能板，从这个电动车，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绿能就美国了中国了。在无人机，那你也没话讲，大疆无人机已经多可怕。我想中国的 AI 绝对大部分都赢了，但是我们它停顿的还是所有的成熟制程，大概那个都赢了。可是要最先进的要高效高频的东西。其实还是要最厉害的东西，所以中国去从另外一块，刚刚讲到量子计算那个非常重要啊。量子创造量子电脑是超过超级电脑的，它那个是在0101这个位元之外的一种模糊空间，是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中国有一样东西，就是刚刚讲到半导体的最先进的，那你拿不到之外，其他的大概都攻进去了。
那我只能讲说，美国在那个日内瓦那是一个，他讲他是好人嘛，好人做到了，对不对？对，他是假好人谈判嘛，非常明假好显嘛人。这个假好人他心有鬼，怀有鬼胎，所以呢，我觉得这再比下去，其实再谈下去都是一样，我们就越看到中国越来越起来，美国就越来越克制，他在拿到东西都拿到了，其实他其他东西大概打不过中国了，中国。这个筹码光靠这个筹码，我觉得大概就差不多了。大中老师，我也蛮同意哈。我们仔细看，从2018年哈，美中进入战略竞争，到底中国大陆反制美国，不管科技战、贸易战的王牌是什么？好，有人说是美债，但因为美债是双面刃啊，真正中国大陆的王牌，而且是看起来是有点反制能力的，还是就是稀土。那我想对美国来说，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心知肚明。所以这一次3个礼拜之前啊，到底在日内瓦美中到底谈了什么？因为现在外界当然是不会很透明。但是如果是根据美国自己的讲法，是说当时这个美国愿意放90天贸易休兵，是因为中国大陆同意放松稀土的出口。但是中国大陆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天是证明这样的讲法。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什么呢？由此可以看出来，这就是美国目前来说最大的一个弱点了。好，这也是中国大陆手中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杀手锏。那么当然，因为这个是难得的优势啊，不管是蕴藏量生产量，尤其是刚讲的这种加工、冶炼、精炼，其实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全世界独占的地位。所以美国知不知道它这样的短处呢？当然知道，应该是说从拜登时期就开始有心想要去做弥补。但这完全不是1天2天的事情。那到了川普时期，到了现在2.0的时候，他也说要仿照过去的这个国防生产法，要给予美国厂商、这个政府部门一些奖励优惠，要想办法弥补，但是没那么快。那最后就是现在的那个美中的竞争的胜负，当然关键就是在科技刚刚讲的无人机啦。这个太阳能板啦、电动车啦，也许再加上这个电动车的电池，有人说是新3样。这个部分不管是运用，不管是科技的含量，中国大陆是领先，美国很难去超越它。至于刚才说这个马斯克特别讲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那我觉得他是有点自我喊话。他说中国大陆快追上来喽，但是我们应该还可以第一，2到10名都是中国大陆的厂商。这个状况有点像是目前美中的国防预算，美国第一，但是第2到第10可能是其他国家还打不过美国，但这一点其实是有问题的。第3，人工智慧，最后讲一个，今年1月份的时候，川普的所谓的白宫的这个 AI 的顾问，比特币的顾问，他说我们领先中国大陆，但是很薄，只有3到6个月。我很好奇，到了现在5个月之后，他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很明显，中国大陆后来居上的能力非常的强。是我们接下来再看美债的危机，这是小摩的执行长戴蒙，他说美债的已经出现了裂缝所以呢，这个会引发金融危机，最快半年之后，全世界就会一团糟那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贝森特就说：“拜托，你们在说什么？不可能的投资人现在涌向短债，必买长债，就跟着巴菲特一起避开长债。那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个贝森特就一直出来说，绝对不会违约你们不要看衰你们不要看衰，他是回应小摩这样子的小摩戴蒙的说法。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共和党的参议员许多投资者都说这个甚至马斯克都怀疑，真的可以解决国家债务问题吗？这是川普2.0，真的有办法做到吗？川普的关税大刀到底苦到谁？很多人认为自己美国人、美国民众受到了苦，钱变薄了，包括好事多这些连锁的这个龙头都把价格提高了，因为要反映关税。尽管川普不愿意也警告他们别这么做，可是不可能。商人将本求利，一定是提升价格的。我们看到这个贝森特就讲说有一些公司是涨价啦，可是我认为其他公司不会选择。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他还是在信心喊话。可是呢，我们看到一些小企业、大企业也许还撑得住，小企业已经纷纷在求饶了。包括你看到呢，这是来自于一个小企业的企业主，他说：“我担心，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小企业会大规模的灭绝，全部都要倒光光了。”
那这个大家不愿意花钱的，过去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用信用卡哦，举债来花钱，举债来消费。可是现在开始存钱了哦，他们有潜在的焦虑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4月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上涨哦，较3月的0.7%明显放缓。那储蓄率近1年来最高哦，大家开始存钱了，不敢花钱，钱都存起来了吗？我们来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哦，说是哦，现在在这个超市里面呐、看起来人比较少，而且呢，拿篮子也不拿这个抽礼哦，就是不拿这个推车了哦。那也都拿一些黄色标签，表示在打折的这些标签，特价商品哦，能够准节，能够节省就尽量节省哦。这是很多实际上基层的老百姓看到的状况。于是，在白宫就有人问白宫发言人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回应。So U.S. consumer confidence fell this month, the most since August of 2021. What is your message for Americans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impact of things such as tariffs on prices?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We know they created an economic and an inflation nightmar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好，你看到李斯特他还是说，这个都不是我们家川普害的，都是拜登害的哦，这是拜登的遗毒哦。很多失言的话哦，其实不断透过媒体转介出去也增加了很多民众对川普的不信任。包括川普不是前一阵子推出所谓大而美的税改法案吗？里头其实有把一些基层的医疗补助给削减了哦。那美国的议员就说人都会死啊！哦，他讲这句话其实蛮惊悚的，我们来听听看。When you are arguing about illegals that are receiving Medicaid benefits, 1.4 million, 1.4, they are not eligible, so they will be coming off. So people are not. Well, we all are going to die. So, for heaven's sakes. 好，你可以看到这位女士哦，她是亲川普的议员哦，她说人都会死哦，所以你看到现场的民众非常的生气啊，对她来吼叫哦，来对她来这个叫骂哦。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因为舆论实在是太过的哗然，所以呢，她后来又录了一段影片哦，向大家来道歉。可是吊诡的是，她录影片的地方居然在一个墓地里面哦，就是这个墓园哦，就是有一些这个死掉的人的这个墓园，所以被骂更惨哦。很多人都说你这个道歉是假的吧？你根本就是一个死神参议员，你是死神吗？你怎么会讲这样的事情哦？人都会死，那我们就不要吃饭啦，我们也不要穿衣服了，反正人都会死啊，最终就是一场空啊，这个太离谱了吧？来，亮哥。我那个 JP Morgan 的 Demon 不是这样说啦，哦，他是说美债危机可能在6个月或者在6年发生，可是一定会发生，他是这样说啦。哦，所以我倒不认为说6月这个比如说6.5兆美债到期啦，会有违约的状况，这个倒不至于啦，因为都是短债。可是美债后市越看越坏，这个是事实啊。这有很多原因呐。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国债嘛，美国国债现在已经累积到37兆，那今年完就39兆，那明年就42兆。请问川普有解方吗？你川普有解方吗？你今年还是又编了财政赤字2兆啊，而且你明明就财政赤字，你还在减税这个减税的幅度是10年又会产生3点多兆的赤字啊，所以怪不得为什么那个穆迪降低你的信评啊。我觉得那个减税案真的让很多人，穆迪应该是受到这个的刺激了，包括马斯克了，马斯克也说这是一个烂法案啊，就是让人家觉得你毫无诚意嘛，你根本不正视这个危机嘛。那难道你还寄望海湖山庄协议来跟全世界勒索吗？那你这种国家，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美债？所以我认为，美债如果这个危机存在啊，那搞不好是广义的美元资产全面看跌啊，所以这个危机就很严重了。所以为什么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消费啊？
我跟你讲，老百姓的消费是他看不到他的薪水会调高的一个可能性嘛，甚至就业也越来越不容易。事实上，现在在美国就学的很多人都知道了，就宁可不要毕业啊，基民2年找工作都不好找啊。那美国现在的平均关税多少了？17啊，凯洛琳小姐啊，这个不是拜登的时候有的拜登交给川普的时候，美国的平均关税是3.3啊，川普才当多久啊？17%，而且这个还是一大堆暂缓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些又恢复或者谈，一定比18高嘛。很多人都认为关税会超过30，你想一想，美国这样的关税，物价怎么可能不上涨？因为事实上早有人做过这种研究了啦，就是过去这个2018开始，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打了6年多嘛。那请问那个关税是谁吸收了？这个有人做过研究哦，大部分是美国消费者吸收了，就是涨价嘛，不是出口商，也不是进口商，就是涨价啊，是啊。所以你去看美国嘛，美国现在普遍东西都变贵了嘛，贵的要命哦。然后为什么要对小费免税？因为很多人真的服务员薪水不够用，需要小费来过日子，这个都是真实的状况啊。我觉得川普真的完全体会不到这个状况，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他还这样任性啊，跟中国也闹翻，跟欧盟闹翻，跟日本闹翻，到时候进口到美国的车子，平均一部车要增加4000到12000美元啊，这个就是实际的状况嘛。然后他都没有感觉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到那一天啊，那明年共和党也完蛋了，就是这样啊。可是目前看起来他是完全感受不到，他还现在已经到了，他已经当了5个月了。你这个凯洛琳还把这个物价上涨归因到拜登，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他也只能这样讲啊，他不知道他怎么说啊。是啊，是啊，因为川普自己不用上市场买菜，所以他可能不知道物价现在涨成什么样子了。来，老师 ，OK，这个有缘，我在2009年接了金总会最大的一个案子，叫做美债危机对台湾的影响，不是欧债危机，当时的欧洲5国大家知道。那我做这研究以后，我研究到一个东西，也就是要回答这个，那个贝森特说啊，美国绝对不会违约。其实这个答案并一半是对的。美国 US dollar 和 Germany 就是美元霸权，它不会违约。今天很难 default， 它的原因是全世界它印钞票大家都会买单，发债人家也会买，因为大家要用它清算。那重点就是这个叫做我们经济学里面有2个重点的问题，一个叫结构性问题、流动性问题。日本有结构性问题哦，而日本没有结构性问题哦，但是日本有流动性问题，它钱不够，它也欠很多债。那美国它没有流动性问题，它有结构性问题，它债欠到一堆了3几兆、36兆，它没有流动性问题，这就不会有问题。欧债是因为结构、流动性都出问题，所以才出问题。它的债务比美国和日本都少，所以我要讲它不会。但是贝森讲永远 never 那是错的，不可能。现在呢，大家买短债，巴菲特也好，很多人就是这个原因。那 JP Morgan 刚刚那个杨兄讲的很对啊，我讲不好听一点啊，你比我小，讲凶不好意思。那个讲的很对啊，那个说不好听，他不是半年呐，6个月后是6年后啦。JP Morgan 他蛮能分析的，应该不是很未来啦，因为他这个短债是10年还有20年的债，都是10年前、20年前，那是当时零利率啊。但今天零利率的时候嘛，你讲10年债在2015年是零利率。现在利率已经到3.48%、3.48%，这时候他在发债，他的短换的时候是亏的。那你要知道，现在这个高殖利率的时候，也就债比较便宜，所以买短债划得来。但是大家不敢买长债，就是隐忧它的未来，因为大家你买未来，因为现在 US dollar 和 Germany 就美元霸权，你能维持多久？这样是一个 question mark， 是一个问题啊。很多国家都想打击美元，过去力量不够。欧元出来1999年，很多人要打击伊朗啊、委内瑞拉都被美国制裁过。那今天中国呢，用了各种方法，甚至2018年1月18号搞了一个用人民币清算的人员，但是他们就已经很不高兴了，因为石油就是要用美元的啊。当时尼克森总统讲好的啊。等等，他用现在没有黄金美元，但是最少是人员美元嘛。可是你知道，它越来越 weakness， 越来越软弱了。因为海合会很多国家也支持中国。我要讲的是，暂时不会啦，它但不会 never 不会永远。第二个讲物价问题，我也觉得很怪。
关税打这么高，真的我看到，包括我自己的朋友在加州、在纽约的，我2月去纽约，真的物价有涨可是你知道这个 CPI 并没有感觉 ，CPI 没有涨多少。但是我也可以这样分析，因为什么叫 CPI， 大家应该了解，它是有核心和非核心，它是选出的部分商品来做调控的啦。比如有很多电子商品它就有降价，因此它展现的没有那么强。但是有感的民生必需品绝对有涨，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问题，这都是因为关税造成的。我不好意思这样讲，真这样。最后我讲一个那个税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们玩经济学的非常清楚，因为我一直记得，而且我印象很深刻，雷根时代总统那个拉法克吧，真的是让你减税可以奏效，减税可以救国。我们这样讲它有一个横轴是税收，纵轴，但我要讲是讲讽刺的话，现在不是这个时机。纵轴呢，就是一个国家的税收经济。好，那我们讲税率慢慢减少的时候，讲不好听的，你收的钱少，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为什么税减少会刺激大家的投资，让大家投资越来越多，量会增加。虽然这个价减少 ，P 乘 Q 最后的 profit 会增加，可是美国现在制造业空洞化，你很难让这个 Q 增加。所以他这个做法会错。那我最后再讲一个这个医疗的问题啊，医疗这个门槛提高其实跟这个是两回事，因为budget deficit 就这个政府的赤字里面是G 减 T 啊 ，G 的 government spending 这个是政府支出的问题，它就是那个斗举的概念，把它削减，它要省钱的部分。可是你要省钱，他讲用省税来这样平衡，但你要知道这个会伤到民间，所以现在他那个东西就错，就我要讲就是答案是你该省的不省，省错方向。而且现在时机不对，你现在去减税，这个要少收钱，这也不对，你也创造出量。所以我觉得川普，第一，你的经济的头脑不够好，但你旁边团队经济头脑可能也是因为中心内阁只支持你，他们也不够好。或者是拍他马屁，不敢讲，不敢讲。对，来，大钟老师，对，因为川普现在推的这个大而美法案哦，其实还蛮关键。但是我们仔细看，在前几天众议院投票是215对214，代表说有少部分共和党议员跑票了。比较重视财政纪律的，因为它看起来是一个减税法案，但是里面应有尽有，什么都有。它是延长2017年的这个减企业税、减个人税，第一个，但它有增加支出的部分，增加国防支出1500亿，边境安全700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不喜欢这个大而美法案，也是他辞职的主要的原因之一。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减税，那可是你要增加一些支出，代表说政府的收入是减少的，你会有一个空白，所以他要做的地方就是再补一个，就是他把这个医疗的这个支持的门槛升高，这个影响就对庶民来说很多，还有包括食品的补助啊，有人说至少大概，因为他说10年要减8000亿美金，大概一般的美国人里面可能7000万人会受到影响，就中产阶级以下。那最惨的其实是有人是做过统计，是美国收入最下面10%的人，最大的获益应该是前面最顶尖金字塔的10%，所以有一些一直跟川普这个死对头的美国经济学者也很有名，就用劫富济贫的这个成语去批判川普，但这法案一定会推下去。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川普最重要的理念跟政绩。那现在下一步就是参议院。我们若仔细回顾一下，拜登刚开始上任的时候也是推大法案的，叫做基础建设法，1.2兆美金。但是当拜登想要推第二个法案的时候，叫做重建美好未来法案，就是要把很多的社会福利的东西，还有清洁能源、绿色经济的东西，扩大社会福利，把它放在里面。那这个法案呢，川普现在的大而美这些东西都要拿掉的，还包括绿色经济也是他拿掉的，所以这个就要看下一步。但是预期参议院应该会通过，这是川普政治上来说，他一定要让法案通过的。可是一般来说，美国有些人民可能会受到一些重大的影响。劫贫济富。对，就是刚刚老师讲的劫贫济富嘛，然后就引起一些民怨哦。不过我们再来看看2场空中大战都引发媒体的关注。首先来看乌克兰正当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战场要慢慢的这个平静下来，没有想到我们看到乌克兰突然发动奇袭这个叫做蜘蛛网行动，是用无人机狂轰俄罗斯的机场。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这个是有这个乌克兰把藏有炸弹的无人机的木屋直接用卡车运进俄罗斯的本土。这是在4000公里之外的俄罗斯的空军基地。等到一声令下，这些无人机破屋而出，直攻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基地。结果据说炸毁了超过41架重型的战略轰炸机，这是俄罗斯的还有预警机。
哇，这个如果是真的话哦，真的是这个小兵立大功哦，就是这么多的无人机，然后藏在这样的木屋里头，所以有人说这是木马屠城记。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的国防部就说了哦，的确有5个州遭到乌克兰的空袭，而且飞机起火燃烧，可是是不是41架？哦，他就没有讲了。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哦，这个美国的这个官员，他就讲说，川普政府不知道乌克兰会做这样的大规模的奇袭哦，他们不知道。那我们再来看看印巴的空战，那当然大家讨论的非常多，因为它其实造成很深远的影响哦。现在印度据说是认了，有5架战机被击毁，好，那这是在相会，也就是在香格里拉的这个会谈的对谈。那我们来看，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就讲了哦，这2个国家的防长高层互别苗头，互相呛虾哦，对于谁先停火啊还有伤亡人数啊各执一词。那我们看到印度是讲说，我们这一次很有收获啊，因为我们印度呢穿透300公里之外的防空系统所以我们的装备是有奏效的，是有功能的那当然巴基斯坦这边就讲说，印度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发动空袭与飞弹来攻击我们，而且酿成伤亡，还试图把水资源武器化。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讲不过我们来看看，包括歼10C1这个飞机，当然最近大出风头有很多军武的这个军武迷都在讨论或者是各国的这个军事的专家也都在关注。我们看到呢，这个巴基斯坦的上将就说，中巴友谊比钢铁还要坚固啊巴铁是这样讲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印度的人民党创始人也讲了一些话，不过我们现在听听看他们怎么样来描述这个友谊。Let me be very clear that Pakistan and China relationship is higher than mountains, deeper than oceans, and stronger than steel. Of course, GF-17s, J-10Cs, PL-15s, they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at. 不过我们看到印度本身这里呢有一个叫做人民党他是创始人，他说对我们被打下了5架飞机，来听听看他怎么说。हवाई जहाज दी थी वो बहुत बढ़िया हवाई जहाज थी। फ्रांस के जो थे वो उतना बढ़िया नहीं थे, हमारे उनके जो हवाई जहाज है उन्होंने 5 को गिराया था। आपका मतलब रफेल ने अच्छा काम नहीं किया? रफेल तो पर्याप्त नहीं है हमारे देश के लिए, वो उसमें क्या क्या भ्रष्टाचार हुआ ये तो दूसरी बात है। मोदी रहते हुए हम इस पर जांच नहीं कर सकते। 好，他提到了一个重点，有没有可能人谋不臧、腐化这个该买的武器买进来之后，可能那个降级装备，或者是有人把钱给 A 了大概是这样讲的所以他说，如果莫迪在位的话，他不会让我们查的，所以我们不知道真相。那另外无人机也是印度现在国防预算的重点他觉得说，那干脆就是买无人机来对付这个巴基斯坦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他核准了一笔高达46亿美元的紧急军备预算打算投入这个无人机还有电子战的系统。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印度刚刚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指控他拿水资源当作武器在这里我们先看这个战争的起源点是克什米尔的冲突嘛。那印度逮捕了81名同情巴基斯坦人的人。你在自己国内的 social media 上面批评这个印度的做法，然后说你同情巴基斯坦人或是克什米尔人，你就惨了，你就被逮捕了。你看81个人被逮捕。那另外呢，印度怎么做呢？他把这个水水坝，因为我们知道这2国中间这个河流是贯穿的。那巴基斯坦2座主要的水坝其实最近水位都大幅的下降那印度某种程度在调节上游的水量，水少了怎么办有可能你粮食这些庄稼就没有办法浇灌了那有可能会造成粮食危机那就有一点危险了。而另外呢，巴基斯坦也在找别的合作伙伴，他现在跟孟加拉加强关系中。来，请教亮哥。乌克兰用这种打法这个事实上就已经是我们叫突袭战略了，就基本上你这个已经不是正规战了啦，要么就是用恐怖分子的打法就或者是用这个稍微还比较大规模一点
可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能力做正规战了，可是他还是不认输啊，所以这个麻烦啊，就说这个广义会不会变乌克兰逐渐的变成只有突袭式攻击的打法？可是这一定会惹恼普京啊，所以比如说你对俄罗斯做这样的轰炸，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平民的伤亡啊，现在不清楚。因为俄罗斯当然是有能力对基辅射导弹啊，那可能就又要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俄罗斯大概也针对好几个标的，目前都在进军。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讲的夏季攻势。我认为夏季攻势应该会因为这样会被迫提前开始啊。那俄罗斯可能会打好几个点哦，比如说苏梅，然后哈尔科夫，然后扎波罗热往上打涅伯士。那如果这些都被攻下来，那当然还有一个叫红军城嘛。我认为如果都攻下来，乌克兰还不愿意上谈判桌，那可能就会直接打基辅了。那这里当然变数是欧洲啦，说欧洲现在已经对美国不再寄望了，那到底你欧洲能够拿出多少啊？坦白讲，我也蛮怀疑的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受害最深的也是乌克兰人、老百姓啊。那你泽伦斯基，难道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的那个目前的战争的状况能够有利于你吗？坦白讲，还真的看不出来。因为无人机不可能造成战争的逆转啊，不可能啊，还是需要地面的大规模作战，需要重型武器。那这些乌克兰都没有。这一场奇袭，据说泽伦斯基是亲自策划参与，我就表示，这就表示他们有要跟你谈嘛，所以才会有这种新闻出来嘛。如果他真的想跟普京谈，他放这个消息干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就是现在就是看欧洲啦。如果欧洲在这2个月不能够拿出有效的帮助的方法，那我认为夏季攻势一定会发生，而且会打得很惨烈哦，会打得蛮惨烈的啊，这个绝对比印巴要惨烈的多啦。对，印巴那个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啦，因为印度现在也不敢打空战，不知道怎么拿捏啦，反正你就是被打下来啊。那地面战争，克什米尔是不可能的，那个地方太偏远了。可是这个水战争啊，坦白讲，这个违反水资源、违反印度河水条约，这个严重程度是会导致战争的。事实上，在中东还有在非洲都发生过水资源的战争啊，你这不要轻忽了。因为它这个大概如果是很严重，真的拦截，对，巴基斯坦有60%的土地灌溉会出问题。那20%的水电会发生问题，那会造成大灾难，所以就会战争。对，巴基斯坦就出飞机把你的那个水坝炸掉啊，不然怎么办？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田地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俄乌战场是不是又有变化了？因为木马屠城记看了很惊吓啊，老师。是，我觉得这个泽伦斯基真的是蛮奇怪，因为大家都在我们的认知啦，最少我们认为你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跟人家真的直球对决了嘛。那你现在用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用木马屠城进去以后用一些无人机炸，我觉得他也只能这样子啦，用无人机，最少这样不像没有人伤亡。不过我觉得这个从2022年初打到现在3年多了。真的遥遥无绝期。如果再这样下去，到底我们还要其他多久能够平缓？当然，你这样惹到了对岸的这个川普，那就像刚才讲，这个川普难道他不会反击吗？显然，这个战争就不会停嘛。所以呢，这个川普他要的东西都还没完全拿到，你现在又这样子去惹人家，就看到一只这个蛮凶狠的一种这动物，你去惹它，它会不会再咬你呢？这我觉得啊，这个战事啊，真的很让人担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实体战真的大于心理战。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很好玩啊。不过当我就在想，泽伦斯基你为什么可以还继续这样做哈？我觉得是你的底气够高吗？是因为你够亲民，大家愿意让你这样做呢？还是
这个乌克兰的民族意识真的跟这么高涨，愿意这样，或者说乌克兰人民太弱，没有办法支持你，没有办法反抗你这样。好，那我现在讲另外一块蛮有趣的，就印度这一块，我要讲一下。就印度这一块，我们之前都讲了很多，就它的是心理战、认知战大于实体战，一下就打完了，不是吗？现在都是在那边论述当中而已。不过我这边要讲是很有趣的，他们说他们今天要买各种战机，我觉得用拼凑各国式的拼凑，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现在一个这个战争要赢啊，要全方位赢，它一定是全方位配套措施啊。那我觉得现在一个很重要就是，所有不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后面都要有一个科技的影子去 support。我觉得这次的印巴战争，巴基斯坦赢的倒不是歼十啊，我一直这样认为，不是歼十4代机打败了所谓的阵风4.5机，在这个4.5代就这么了不起。我觉得是他们的整个配套里面有 AI 元素在里面，我这样认定，包括它这个预警的系统，包括它的 AI 的精准的定位系统，我觉得是这一套系统在里面，倒不是这个实体东西比较强，而是有一些虚拟在里面配套的东西比较强，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当然，他这个是一个军事专家，不是在讲那个很有趣吗？他讲跟中国，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词我也想用一下。他说，你要爱情在讲说我们的友谊比山还高，比海还深，他还讲比钢还强，比钢还很有强趣。好了，我最后讲一个，当然水资源的东西啊，因为水资源武器化这个呢，就像刚刚讲，真的就可能会再引起再战争。为什么？今天显然就是因为他要打水资源，要把2个水坝把它水流减少，显然他就是认输了嘛。为什么之前那么多认知战呢？所以他只能走这一块。可是要走急了，到时候巴基斯坦他一定浅浅的，不管跟中国合作或有更多的武器的配套，到时候又会打起来。所以这2国真的是啊，这个情仇已久。这我看起来这个也是遥遥无绝期。不过刚刚我们收到了最新消息，是俄罗斯已经展开了报复行动哦，他向乌克兰的指挥所投下了3吨级的炸弹，瞬间把这个指挥所夷为平地。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俄乌战争再升级。我们刚刚听到的消息是，俄罗斯已经展开了报复行动，炸毁了一个乌克兰的指挥中心，有12个人死亡，这是不幸的消息。对，这个应该也不出人意料啊，因为我们仔细看，其实这一次乌克兰主要是透过无人机的袭击哈，有一个很重大的战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过去2-3个礼拜，其实是俄罗斯用无人机的机群都发动从战争到现在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击，所以代表说什么？代表说这是输人不输阵。但最有趣的地方是啊，其实谈判还在进行哦。明天在土耳其，俄乌双方要举行第2轮谈判，上一轮是2个礼拜之前。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一方说我们就不谈判。所以这代表什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因为过去国际间类似这种状况，大概是打打停停。但是从今年到现在，其实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停火，没有，都只是各自很短暂的停火，代表说，一方面继续在战场上你来我往，但另外一方面谈判并没有停止，这是最有趣的地方。那我觉得对乌克兰而言，可能泽连斯基认为说他必须有这个议题，即便是说筹划1年多。